北约即将大变天，白宫一纸时间表震动欧洲。俄北线崩盘，3次攻势惨败，680公里直刺俄后方，捷克巡航导弹实战投送。东南亚突然开火，泰国 F-16轰炸柬埔寨。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欧洲的安全正在发生变化吗？如果美国不再是北约的第一响应者，欧洲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边界呢？而这个转折会不会比许多人预想的来得更早、更彻底呢？答案正在浮出水面，而且时间表已经被写得相当清楚。本周《基辅邮报》援引3位直接参与沟通的知情人士披露，特朗普政府已明确告知欧洲盟友，2027年以后，美国将不再承担北约的主要常规防御责任。这不是措辞上的模糊表态，也不是谈判中的试探信号，而是一项已经进入执行阶段的战略决定。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什么是欧洲呢？原因并不复杂，美国给出的解释十分直白，印太依旧是绝对优先方向，美国无法同时为2大战略方向提供全套安全兜底。在这种前提下，把北约的常规防御责任整体交还欧洲，被视为不可避免也不可谈判的选择。所谓常规防御，并非象征性的政治承诺，而是一整套现实可运转的军事体系。地面部队、防空与导弹防御、战区指挥、情报调度、空中警戒，这套体系过去长期由美国主导，欧洲依赖，如今正在被系统性的拆解并重新分配。基辅邮报援引一名直接参与沟通的欧洲外交官的话，将华盛顿的真实态度说得极其直白。美国在北约的主导时代结束了，时间表已经敲定2027年。围绕这一时间点，美方给出的清晰而冷静的安排路线图。2027年后，五角大楼将大幅削减北约指挥体系中的美籍高级军官人数，关键岗位将直接向欧洲人开放。美国对北约区域的防御贡献将被严格限定在现有驻欧常驻与轮换部队之内，不再新增任何部署。唯一维持不变的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Secure 仍由美国人担任，以稳住联盟的脊梁。而交换条件只有一个，欧洲必须在2027年拿出可核验的证据，证明自己真的具备独立接管常规防御的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一再强调，加快北约防务规划进程固然重要，但方法并不重要。美国只关心最终能不能看到能力兑现。而就在这一交棒进程同步推进之际，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却并未收紧，反而被多名知情人士证实，将在圣诞节前继续加码。这种看似矛盾的操作，恰恰构成了最直接也最残酷的信号。一位西方高级官员点破了其中深意，圣诞节前继续武装乌克兰，本质上是在给欧洲打预防针。你们必须准备好接手一个没有美国自动第一响应者的北约。在新的框架下，美国不再扩大承诺，只保留既有存在。这不是撤军，而是一个时代的落幕。正如一位西方官员所言，这不是美国离场，而是旧北约模式正式走向终结。也正是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阴影下，欧洲的集体神经迅速绷紧。特朗普上台以来，白宫抽身欧洲的倾向愈发清晰，现实倒逼欧盟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根基。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宣布，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德国总理梅尔茨在伦敦举行会晤。欧洲3巨头再次集结，泽连斯基亲自到场。会议的焦点之一正是如何应对美国抛出的和平谈判思路。马克龙的表态直截了当，
乌克兰可以依靠欧洲的坚定支持，因为这场战争关系的不只是基辅，更是整个欧洲的安全秩序。泽连斯基的行程同样透露出紧迫感，他已在伦敦与德英法领导人会面。E3集团将重点评估美乌谈判代表最新接触的结果。乌克兰代表团表示，将就美国结束战争的新动向向泽连斯基作出通报。随后，泽连斯基还将马不停蹄赶往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原因很简单，在美俄直接对话的框架下，北约和欧盟一度被边缘化，只能被动接受结果。如今他们正在努力介入，修订方案，为乌克兰加固后备力量。然而核心分歧依旧存在。俄罗斯提出的排除欧洲参与的28点原始方案，虽然被提及为谈判基础，却未被接受，而对俄方更为不利的修订草案是否具备现实执行可能，仍是一片迷雾。泽连斯基本人已明确表态，与美国的接触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他直言，美俄乌在顿巴斯问题上没有共同立场。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很多讨论欧洲安全的文章下，总能看到读者指责欧洲长期躺平，不愿承担自身防务责任，把安全几乎完全外包给美国。客观来说，这样的批评并非毫无依据。冷战结束后，欧洲尤其是德国确实在军事问题上走得太远，把去军事化当成一种政治正确，最终换来了军备老化、兵力不足和战略惰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2022年之后，欧洲已经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了。从近2年的变化来看，欧洲并非毫无行动，国防预算持续攀升，军工企业订单暴涨，弹药、装甲车辆、防空系统的产能全面扩张，这些都不是口头表态，而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结构性调整。当然，重建类似冷战时期那样的军事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不是买几件武器、签几份合同就能完成的事，而是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投入。12月5日，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新兵役法正是这种战略转向的集中体现。从2026年开始，所有18岁的德国男性必须接受强制体检。2008年后出生的德国公民都会被询问是否愿意服役。目标是在2035年前，将联邦国防军的现役与预备役规模从目前的 18.5 万人扩充到接近50万人。如果自愿兵员不足，议会还保留启动义务征兵的权利，这在10年前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场景。为了提高吸引力，德国将士兵月薪提高到2600欧元。单看数字，这个水平低于德国4300欧元的平均月薪，但如果放在实际生活中比较，德国的中位数净收入只有约2000欧元。再考虑到军队提供食宿、医疗以及技能培训，这样的待遇对年轻人并不差。德国显然不再幻想安全是免费的，而是试图用制度和经济手段把军队重新拉回社会主流。有分析认为，如果说哪个国家最能体现欧洲过去的防务幻觉，那几乎非德国莫属。2战历史带来的心理阴影使德国在军事问题上长期畏首畏尾，联邦国防军在北约体系中沦为样板部队，装备完好率低，训练水平饱受嘲笑。然而正是在俄乌战争和美国战略收缩的双重刺激下，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开始系统性的纠偏。12月的东欧平原早已被冰雪覆盖，但严寒并未冻结战火。2支同为斯拉夫血脉的军队仍在残酷对峙，一方为守住家园，另一方则继续为扩张而战。就在近日，一档播客节目与剧中人善俄罗斯第3次哈尔科夫攻势失败，插旗表演以灾难告终为题，系统复盘了俄军在哈尔科夫以北沃夫仓斯克战场的溃败。
节目从政治与军事两个层面指出，俄方试图通过插旗画面制造舆论胜利，覆盖前线失利，不仅未能产生任何政治效果，反而让数百名被派去表演的插旗小组士兵付出了生命代价，也将完全占领沃夫仓斯克的官方叙事彻底戳穿。北线接连受挫后，俄军情绪明显失控，转而在库皮扬斯克方向试图通过极端手段翻盘。昨日俄方多枚导弹攻击库皮扬斯克上游大坝，企图制造洪水淹没乌军阵地，但由于该设施属于重力坝结构，导弹爆炸只在坝体表面留下巨大破口，并未造成结构性破坏，行动宣告失败。在利曼方向，局势同样对俄军不利。由于俄第20集团军、第25集团军以及总参第10、第16特战旅等部组成，兵力接近10万的集群，被不到8000名乌军牢牢牵制，双方反复拉锯，俄军始终无法取得突破。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2月8日凌晨，乌军对俄军控制区域发动了一轮密集而精确的打击行动。位于卢甘斯克占领区的奇米里夫卡弹药库被成功摧毁，顿涅茨克占领区内的一处无人机储存设施也遭到重创。同一时间，乌军还对卢甘斯克西梅伊基内地区的俄军燃料与润滑油仓库实施攻击，并在顿涅茨克方向清除敌方机动火力小组，摧毁一套 Panzer S-1 防空系统，进一步削弱俄军防空与机动打击能力。与此同时，波克罗夫斯克依然是乌克兰战场上的焦点。这场城市攻防战已持续近20天，乌俄双方围绕 M30 公路与铁路沿线展开消耗战，展现出惊人的战斗韧性，但战线几乎没有实质性变化。尽管外界一度认为乌军无需与俄军近距离死拼，只要动用榴弹炮和海马斯即可摧毁俄军阵地，压制其炮兵部署，但现实是，波城已成为双方意志与耐力的角斗场。乌军为该方向专门设立的东方行动指挥部发布通报称，乌克兰国防军仍在波克罗夫斯克市内持续收缴渗透的俄军分队，同时在米尔洛格勒和米尔洛赫拉德方向打击通往市区的俄军补充力量。仅12月7日一天，乌军就挫败了俄军82次进攻，击毙俄军83人，歼灭武装人员共110人，击落无人机26架，摧毁包括一辆坦克在内的7辆机械化载具，并夺回12处阵地。不过，乌克兰第7军已经宣布从波克罗夫斯克东南部的利西夫卡和舒赫亚尔地区进行战术性撤退，将部队重新部署到更稳固的防御阵地。官方解释说，这次撤退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官兵安全，优化后勤支持，并精简前线部署，以提高整体防御效率。此前，外界对波城控制区的判断相对悲观，认为乌俄大致为3-7开，但最新地理影像显示，俄军目前实际控制波克罗夫斯克约 60% 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南部，乌军控制约 40%， 包括市政大楼、广场、部分工业区以及铁路以北的关键地带。尽管俄军过去24小时内投掷了超过100枚滑翔炸弹，但由于高空投放以规避乌军防空系统，精度大幅下降，对乌军造成实际杀伤十分有限。也正因如此，波克罗夫斯克之战被称为二战后最血腥、最残酷的城市战之一。多方统计显示，俄军在该方向的伤亡总数已高达17万至25万人，甚至是苏联10年阿富汗战争总伤亡的10倍。英国国防情报部门给出的数字更为惊人，俄乌战争中约1/4的俄方伤亡集中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这座城市几乎成了钢铁熔炉，让俄军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与此同时，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军第30区海军陆战旅传来战果，该部队利用浓雾发起突击，成功削弱俄军无人机优势。
一辆豹 EA-5 坦克从隐蔽位置对俄军阵地实施直射，光纤 FPV 无人机则用于猎杀俄军单兵。第67独立机械化旅12月7日则在官方脸书账号宣布，成功清除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季赫村的俄军控制。此前月底，俄方声称已占领该村，并在亲俄媒体上大肆宣传，但乌军此役彻底扭转局势。第67旅正式宣布，从12月6日起完全掌控该定居点。这支由北约训练并提供装备的精锐部队，多次在俄媒宣传中被污蔑歼灭，却在实战中展现了强大攻坚能力。还有消息指出，乌军在俯瞰伊万尼夫卡村的高地展开近距离作战，53名俄军被当场击毙，36人重伤，另有19人选择投降。村庄重新回到乌军控制之下，寒冬未停，战火不息，但战场的走向正在一寸一寸的改写。12月初，乌克兰多条战线的攻防格局持续显现出新的变化。乌军在5公里宽的前线推进约 1.5 公里，迫使俄军退守至沃夫恰河对岸。若俄军再次尝试进攻，将不得不渡河，并面临高地上乌军的居高临下打击。乌军的打击并未局限于前线占领区。消息显示，在俄罗斯本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特姆鲁克港口，14无人机袭击摧毁了约20辆坦克，约占该港口坦克存量的70%。此前，乌军还先后对里亚站炼油厂以及卢甘斯克占领区内的一座冶金厂展开袭击，导致液化气装载区约20辆油罐车起火，火场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最新卫星图像进一步证实，利夫尼油库至少有2座燃料储罐被完全摧毁。12月7日凌晨，罗斯托夫州和萨拉托夫州的俄军设施遭袭击。俄媒报道称，萨拉托夫州恩格斯机场及油库附近发生爆炸，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恩格斯机场是俄重要战略基地，驻有具核能力的图95和图160轰炸机，是俄远程打击乌克兰的重要支撑。在国际援助层面，捷克军工正把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推向俄乌战场。捷克 LPP 公司已确认，其自主研发的独角鲸巡航导弹进入实战验证阶段，首批导弹计划于2025年1月至2月交付乌克兰，用途十分明确，用于打击俄罗斯相关军事目标。射程达680公里的性能，使捷克首次具备稳定的中远程打击能力，也为当前高度焦灼的战局引入新的不确定性。独角鲸最引人关注的是其高度罕见的全产业链自主化。LPP 公司共同所有人拉迪姆·佩特拉什在接受捷克媒体 Action 采访时透露，该导弹几乎不存在关键技术外部依赖，从导弹机体结构、复合材料到自动驾驶导航系统和喷气发动机，均由 LPP 自行研发和生产。弹头虽由捷克企业 Saveta 制造，但整体技术方案依然掌握在 LPP 手中。这种完整的自主体系大幅削弱了制裁和供应链中断对交付能力的限制。此次对乌交付本质上是一场带有实战背景的最终测试。LPP 并未回避这一点，实战数据将直接决定后续量产节奏。按照规划，在完成验证并获得认证后，独角鲸将进入规模化生产，未来2年内的年产量目标为数百枚。一旦实战表现符合预期，这款导弹很可能从试验性援助转变为捷克对乌军援中的常态化远程打击手段。680公里的射程带来的已不只是战术层面的补充，而是战略纵深的延伸。该覆盖范围足以触及俄罗斯境内部分关键后方区域，对能源设施、后勤系统和防空部署构成持续压力。当前已有约 38% 的俄罗斯原油加工能力因乌军打击陷入停摆，数十家炼厂受损，前线部队燃料供应紧张。在这一背景下，独角鲸约120公斤级的弹头对大型油库、输油管道
和机场能源节点具备实质性破坏能力，一旦用于打击恩格斯机场周边枢纽，甚至可能影响图95等战略轰炸机的出动节奏。更值得警惕的是，独角鲸的完全自主属性使西方军援中常见的政治限制大幅失效。即便美方援助节奏出现波动，捷克仍具备独立量产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能力的空间，这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尤为关键。捷克总统帕维尔此前明确表示，若允许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将是整个西方阵营的失败，而这款导弹的登场正是这一立场在军事层面的直接体现。俄乌战事尚未平息，东南亚方向却再度燃起战火。12月8日，泰国与柬埔寨在边境地区爆发新一轮武装冲突，局势迅速升级。据路透社报道，泰国空军当天出动多架 F-16 战斗机，对柬埔寨边境的博威夏省、奥多棉吉省等地区实施空袭，使用82克瓦查精确制导炸弹打击多处目标，边境一带的赌场设施亦在袭击中被摧毁。与此同时，泰国陆军对检方炮兵阵地展开地面打击，双方在边境区域发生激烈交火。柬埔寨方面证实遭到袭击，实际掌权者洪森公开呼吁前线部队保持克制，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这一表态被外界视为检方有意降温，亦反映出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所带来的现实压力。事实上，泰柬紧张局势早已有迹可循。2025年7月底，两国就在争议地区爆发激烈冲突。泰国一度在北部争议地带升骑士权，检方的作战部署图甚至曾在网络上泄露。随后，在特朗普介入斡旋下，双方签署停火与和平协议，但稳定局面并未维持太久。11月10日，两名泰国士兵在边境巡逻时触雷受伤，泰方随即宣布终止停火协议，边境局势再度紧张。此次冲突爆发后，双方互相指责对方首先越境开火，显然已不再将此前的停火安排视为约束。当前，泰柬边境枪炮声仍未完全平息。泰国教育部已下令关闭南部5个省份共641所学校，以防局势外溢影响民生。12月8日，冲突进入第二天，泰国军方高层的表态进一步引发关注。泰国陆军总司令蔡布鲁克·杜昂帕帕特将军发表强硬讲话，明确表示泰军行动目标是彻底瓦解柬埔寨的军事行动能力，使其在长期内无法构成威胁，以保障泰国子孙后代的安全。这番言论被视为近年来泰国军方罕见的强烈信号，也显著抬高了外界对冲突走向的警惕。从整体实力对比与官方表态来看，外界普遍认为双方全面爆发长期大战的可能性有限，但小规模、高烈度的边境冲突恐怕仍将持续。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